常常会有这个外国的朋友会问我，到底什么是黑白切啊？其实黑白切呢，就是这个台语的黑白切。在我想住在台湾的台湾朋友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黑白切。其实黑白切呢，在这个台湾的大街小巷的这个路边摊哦，几乎你只要点一碗这个干面啦，或者是这个阳春面，就会有老板就会搭配这个可以你自己选的这个黑白切黑白切。那大部分都是一些猪的内脏，比如说大肠啦、这个猪肺啊，还是肝连啊这一类的这个猪内脏哦，听起来感觉它很简单，因为它好像就是烫过了，然后呢再把它切片，然后再配一些辛香料跟这个酱油膏之类的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个黑白切的这个肉质哦，要的这个鲜美可口，还是要靠一些的简单的技巧哦。我今天呢就是要来分享一个我最喜欢的点的这个黑白切。就是嘴边肉。好，那我们赶快一起来看看，到底要怎么样制作好吃又可口的嘴边肉呢？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去市场啊买这个嘴边肉。那通常一副哦是这么大一副，那我今天准备的是这个2副哦。那我们稍微呢洗干净了以后呢，只要做很简单的处理，就是我们把这个嘴边肉啊分成3等份。那我们就把这一块取下来，这是第1块啊，就刚好这样1份。然后中间这一块跟这个连接最短的地方，我们也把它取下来。所以一整副的嘴边肉呢，我们就约略的取成这个3块。记得上面有时候有一些碎骨哦，也要这个处理掉，因为有时候摊贩没有帮你处理掉，这个会很碍口。所以总共我们变成有6块的这个嘴边肉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来这个下锅了。我昨天刚好有高汤哦，那我们就下几片的姜，就在这个汤里面放有剩下的1-2支的葱哦，然后一些的姜片。那这个高汤我们就在旁边让它小火的准备滚沸哦。那在另外一边呢，这边的锅子呢，我准备的是一个平底锅哦，因为我准备呢，在这个锅子里面呢，先把这个肉哦表面都干煎一下，因为我不想用烫的。那我先干煎过后了以后呢，我会再把滚沸的汤再倒进来啊。我先测试一下锅子的热度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水珠状了哦，那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，那表示现在的状况锅子已经可以不粘了。你看，像荷叶状的水珠哦，很漂亮，很大颗。准备要把这个油下去，然后干煎我的这个嘴边肉，先表层哦，先干煎一下，直接把这几块都干煎一下了哦。好，这边的水也开始这个滚了哦，那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翻个面哦。我们现在呢，主要只是把这个肉的外表哦都煎上色，然后让它的这个蛋白质哦产生一些酶钠反应，让它这个高温下产生这外表哦这个缩起来，它就会等一下煮起来会非常嫩跟甜哦。好，那这个汤锅比较简单。所以我决定，我们就把这个汤锅移过来。那它正在滚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把刚刚在旁边呢，已经2面都煎过的肉哦，我们就放进去。那这时候用大火是 OK 的哦。好，那我们这时候就把肉通通都放进去。好，那这么都放进去了以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准备盖上盖子。我们先要，因为这个刚刚汤是早就滚沸的时候，我们放进去很快就滚了哦。那这时候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。盖子哦，等一下呢，我们看到锅边啊，这蒸汽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它关成这个最小的火，然后计时1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要让它在小火这个微压的状态下啊，10分钟炖煮，然后10分钟一到，我们就关火，然后让它留在炉子上面啊，继续焖10分钟。这时候可以看到这个锅边哦，这个水蒸气还有噗噗噗的声音，表示这个压力已经到了。这时候我们就把火关到这个最小的部分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10分钟就要开始计时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计时10分钟，10分钟到了，我们就关火哦。好，那这个10分钟已经到了哦，我们这时候就赶快把火给关了。
那这时候关了火以后呢，因为其实这个锅它会造成一个微微的压力在里面哦，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关了火的这个锅子哦，我们就放在旁边。那我们一样啊，要再一次的计时10分钟，不要把盖子打开哦。那如果您不是这个锅子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一样就让它留在原来的这个瓦斯炉台上。那我为什么不这么做？是因为我这个锅子哦，它的压力它的密封度很够，所以我可以空出这个位置来炒别的菜哦。那因为我也是这个玻璃的电陶炉哦，所以我也比较担心说这个温度会比较持续哦。所以如果你是这个瓦斯炉的话哈，你再留在你的这个瓦斯炉上面，不用。时间10分钟哦，已经到了哦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锅盖哦准备打开。但是因为我这个锅它是有点微压的，就是有压力，密封度很高，所以我现在这样打不开。那没有关系，如果没有办法打开的朋友呢，也可以跟我一样哦。那我另外一边刚好正在煮菜，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锅子稍微再放到炉子上面哦，稍微加热一下哦，它就可以打开。那这时候火就可以关上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准备把这个肉。好，开始放凉哦。好，那我们先移开，因为这个炉子的火很够强。然后我们准备在旁边这个放凉一下哦，大概放到这个温度降到手可以摸的这个状况，我们再来切片摆盘哦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呢，准备一个漂亮的盘子哦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来这个切这个嘴边肉了。好，这还是蛮烫的哦，那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这个切了哦。如果怕烫的朋友，可能可以在这个放更凉一点哦。记得切的这个方向哦，我们就是用这个逆的纹路切哦，因为它像一个小毽子哦，我们就直接这个方向切哦，非常的嫩哦。那我们排的方式，我们就从开始这样子有点间隔开始排哦。那比较丑的，你可以藏在这个底部。因为我们比较不像这个饭店那么会摆盘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就记得把丑的藏在底下哦。那漂亮一点、大片一点的，我们就往上放。好像有一些这个比较碎、比较不完整的肉，我们就记得垫在底下啊、然后等一下再铺在上面就看不出来了。我们就把这个碎一点的小块一点垫在这个盘底。让它有点支撑的作用哦。但其实呢，虽然这些比较碎的肉哦的部分，其实虽然比较不好看，但是它一样很好吃，一样很嫩哦。我们再把卖相比较好的这样一整片的再垫在它的上面哦。家里的人或是客人呢，只会看到这个漂亮的这一面，就这个卖相会非常的好。好，那我随意的这个大概就这样子切好了，随意的在这个花园里摘了一些香草，我们就稍微的。简易的摆盘一下，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盘肉呢，非常简单，原味的吃也非常好吃。那如果要这个搭配酱料，我们也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酱料哦。那酱料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影片当中搜寻这个万用酱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黑白切之嘴边肉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肉的表层哦，这个光泽度不是很好的话，甚至呢也可以这个淋一点点这个香油哦，那它就会亮亮的更漂亮哦。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淋一下。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在家自制黑白切之嘴边肉，大家不用上面摊就可以吃到好吃的嘴边肉咯。有空可以在家试试看这个简单美味的嘴边肉哦。